马球会上，楚怀为帮恩师之女取胜，一杖击中了我的小腿。半个月后，他才来府中探望。老师临终前嘱托过我，要好好照顾琼华。我对他只有兄妹之情，你不要多想。我沉默地点点头，没有说话。他不知道，那日回府，我便答应了和裴家的婚事。大家好，欢迎收看皮皮听书。隔着屏风，我看不清楚怀的神色，但从那毫无歉意的语气中，不难猜出，他仍是那副淡然的样子，清冷出尘，仿佛没有什么事能扰乱他的情绪。曾经我以为自己对他来说是不一样的，毕竟我的父亲与楚怀的父亲交好，我们二人也算得上是青梅竹马。年幼时，两家也玩笑着说过结亲的话。可直到卢琼华进京，我才明白什么叫做亲疏有别。一向拒人于千里之外的楚怀，会陪着他逛灯会、买首饰，会亲自教他京中礼仪、处世之道，甚至会怕他受叔父神母苛待，将人接进国公府照料。无他，只因为卢父临终前嘱托他关照自己唯一的女儿，启朝尊师重道，所以楚怀的这些举动并未惹人非议，反倒是让人称赞他有君子之风。去年冬日，我们三人去庙里上香，外头突然下雪，楚怀怕积了雪不好走，拿着唯一的伞先送了卢琼华下山。后来果然大雪封山，我在寺中等了1日1夜，才等到父亲来接。今年3月赏花宴，卢琼华误摘了长公主最爱的牡丹，吓得脸色惨白。楚怀当即将花插在我鬓间，说卢琼华初来乍到，没有家世背景，若是再被贵人斥责，怕是在京中难以立足。好在长公主与我母亲是手帕交，并未生气，反而赞我有花开堪折直须折的心性。我不是没有脾气，但每每生气时，楚怀都会来上一句，照顾琼华是恩师所托，不敢违背。我那些隐秘心事忽的就哽在喉间，酸涩难言，只能端出一副端庄大气的样子，将卢琼华当作妹妹对待。恩佑寺的佛珠，珍宝阁的头面，名门大家的字画，只要他开口，我便拱手相让。可二人却将我的付出当作理所应当。那日马球场上，卢琼华明知道彩头是我姨母的遗物，却还是央着我迎来送给他。我不同意，他便满脸委屈，像是我欺负了他似的。周遭之人都劝我要让着卢琼华这个孤女，楚怀也不满地看着我，责怪我不够大度。见我铁了心不同意，他干脆亲自下场，势必要替卢琼华赢下那步摇。钻心的疼痛中，我突然就想明白了，卢老先生托付的人是楚怀，我何苦要趟这趟浑水？楚怀依旧站在屏风外，等着我像往常一般低头。见我许久没有回应，语气中带上了几分不耐。许令仪，我不愿与他多说，垂眸淡淡回道，我没有多想，今日我有些乏了，世子先请回吧。我腿脚不便，就不送世子了。楚怀才想起来，我的腿是被他打伤的，沉默了一瞬，你的腿还好吗？很好，不劳世子挂心。他还想说些什么，一个丫鬟突然推门进来，手里拿着一本厚厚的册子。小姐，这是夫人备下的嫁妆单子，让奴婢拿来给您瞧瞧。我与裴家的婚事定在3个月后，有些赶，但却是这2年来最好的日子。还没等我回答，楚怀便先开了口，语气冷冽，还带着些许责怪。令仪，琼华的婚事安排好之前，我是不会成亲的。若是从前我听见这话，定会暗自垂泪，一边委屈连自己的婚事都要给卢琼华让路，一边爱着楚怀的君子之风，不敢提出异议。但现在，我只是学着京中其他人的样子，含笑赞了一句，世子高义。在府中又养了半个月，确定不会留疤后，母亲才放下心来，让我约着表妹出门挑嫁衣。临行前，她替我理着衣领，欲言又止。令仪，你当真放下辅国公家那小子了？你若还念着他，那卢氏母亲自会替你料理。眼眶有些发烫，被一个人丢在庙里时，被楚怀当众冷待时，被马球狠狠击中时，我都没有落泪。
可今日母亲简单的一句话，却几乎叫我泣不成声。母亲是柏林崔氏的女儿，世家大族的手段数不胜数，要想对付一个卢琼华，并非难事，甚至都不需要母亲出手，我自己便能将这事处理干净了。过往种种，不过是顾念着楚怀，投鼠忌器罢了。更何况，仔细说来，卢氏并没有什么过错，真正让我死心的是楚怀自己。我擦去泪水，反握住母亲的手。娘，再不出门的话，好料子都让旁人挑走了。原本只是缓和气氛的无心之语，却没想到竟然成了真。资衣坊内，刚走到门口，我就看见两道熟悉的身影。卢琼华指着店内正中央的一个盒子，不知在说些什么。掌柜一脸为难，但碍于他身边的楚怀不好发作，只是不停地解释着：卢小姐，这料子是人家半个月前就定下的，真的不能卖给您。看见我时，掌柜两眼一亮：许小姐，您来了。我应了一声，伸手拿起那块浮云锦，笑着看向好友：婉宁，你看这颜色，用来做盖头，再合适不过了。一旁，卢琼华用充满哀求的眼神看着楚怀，轻轻扯了扯他的袖子。楚怀微微蹙眉，似是在等着我上前同他打招呼。只可惜，一直等到掌柜包好料子送我和婉宁出门，我也没分半个眼神给他。他眉宇间满是不悦，伸手拦住我：令姨，琼华他真的很喜欢这块料子，你能不能先让给他？楚怀身后，卢琼华一脸得意之色，挑衅地看向我。放在从前，我一定会拱手相让，但现在我只是后退一步，和楚怀拉开了些许距离。人人都说世子是君子，那君子不夺人所好的道理，想必世子应该比我懂。楚怀愣了一下，没想到我会如此直白的拒绝，脸色顿时难看起来。卢琼华见情况不对，赶忙开口：楚怀哥哥，只要嫁的人是你，用什么料子，琼华都无所谓的。既然姐姐这么喜欢，我们就别和她争了。楚怀要娶卢琼华了？我的步子停在原地，诧异的同时，又觉得有些释然。我早该想到的，还有什么能比把人娶回家照顾得更好呢？我苦笑一声，淡淡看了一眼楚怀，他面上没有半分波动，一副理所应当的语气：令姨，琼华只是平妻而已，她家世不显，在京中寻不到好的夫家。你知道的，老师对我恩重如山，我不能辜负他的遗愿。我已同母亲说过，待琼华进门后，便去你家提亲。卢老先生除了是楚怀的老师之外，还曾在秋猎中替他挡过一剑，说是恩重如山，并不为过。楚怀还想接着往下说，我却突然觉得有些可笑。我从前到底是多么卑微，才能让楚怀面不改色地对我说出这些话？婉宁站在我身边，气得脱口而出：你想什么好事呢？我们令姨已经和裴家。我伸手打断他，朝楚怀露出一个端庄疏离的笑容，一字一句：既是恩重如山，世子何该娶卢姑娘为嫡妻？一生一世一双人才对。说完，头也不回地离开了。唯有楚怀还站在原地，神色晦暗莫名。那日后，我便很少出门，安心待在家中绣嫁衣。世家之间百年来通婚不断，河东裴氏如今的主母便是我的堂姑，虽是继室，但经营多年，在族中的威望不可小觑。与原配所生的嫡子也相处融洽。我嫁过去是亲上加亲，既不用受婆母的刁难，又能拉近裴氏与崔氏的关系，百利而无一害。日子就这样一天天过去。再见到楚怀和卢琼华，是在宁远侯夫人的诗会上。辅国公世子要娶恩师之女为嫔妻的消息，早在半个月前就传遍了京城。卢琼华今日是以楚怀未婚妻的名义来赴宴的，举手投足间俨然一副国公府少夫人的派头。二人站在一起，任谁见了都要夸上一句郎才女貌。只是不知为何，楚怀看起来并不高兴，薄唇紧抿，目光若有似无地落在我身上。我避开他的视线，跟在母亲身后，听着他和宁远侯夫人寒暄。宁远侯夫人是当今皇后的亲妹妹，还在闺中时就有京城第一才女之称。
成婚后更是恣意，时不时便办上一场诗会，以诗会友，共赏雅士。听他与母亲说，这次诗会的天头是晏天章的《玄玄奇经》原本，上头还有他的亲批。我自幼爱棋，今日原本只是来散心的，但听他这么一说，顿时心热起来。只可惜，最终还是棋差一招，输给了婉宁。他拿着棋谱在我面前好一顿晃悠。哎呀呀，如此珍贵的棋谱，该放在哪里才好呢？不如就放在许小姐的嫁妆箱子里，请许小姐替我保管可好？我被他逗乐，追着要撕他的嘴。一转身，却不知楚怀何时站在了我俩身后。令姨，能否借一步说话？我犹豫片刻，最终还是同意了。正好有些事该当面同他说清楚。长廊内，楚怀负手而立，一开口便是责怪。琼华请你今日与他同来，你为何不依？我被他问得一愣。昨日卢琼华确实派人送过信，说他在京中没有什么旧识，约我今日一同赴宴。话里话外都透露着今后我与他要共侍一夫，应当比旁人更为亲近的意思。看得我心口不适，便打发人回了他，却没想到这竟然也成了我的不是。我反问道：卢琼华是我什么人？他说的话，我难道非听不可吗？楚怀眉头皱得更紧，眼含怒气。许令仪，你还要闹到什么时候？我都说了，只把琼华当妹妹看，娶她入府也不过是为了给老师一个交代而已。时至今日，楚怀仍旧认为我是在与他置气。多说无益，我无心再与他纠缠，当即打算离开。楚怀却挡住我的去路，一副为我好的语气。刚刚那棋谱，琼华很感兴趣，你一会就当着众人的面送给他，算是给他赔礼道歉了。我冷眼看着楚怀，心底没有半分波动。世子，从前想必是我说的不够清楚，你要娶什么人，是娶她当正头娘子还是平妻，与我没有任何关系。再者，我并未做错任何事情，用不着向谁赔礼道歉。楚怀轻笑一声，眉眼都染上了晕色。许令仪，这样欲擒故纵的把戏，你还要玩到什么时候？世家大族哪个不是三妻四妾？琼华一介孤女，又只是个平妻，再如何也越不过你这个尚书府的千金。你何苦非和他过不去？我和楚怀不欢而散，他与卢琼华成婚的帖子也正式下到了个府，二人一时成为京中焦点。今日是楚怀给卢家送了128台聘礼，明日是卢琼华出席宴会时带了楚家的家传玉镯，种种消息传得沸沸扬扬，连街头未曾启蒙的小儿都知道，辅国公世子是个有情有义之人，将恩师遗孤照顾得无微不至。我传话下去，与楚怀有关的消息一律不用告诉我，一心在家打点嫁妆相拢。7月19，陪家进京。我陪着母亲去迎，谈话间正巧看见辅国公府的车队出城，说是世子要陪着新婚夫人回江南祭拜亡父。8月初3，裴府下定。我第一次见到了我的未婚夫，河东裴氏的嫡长子裴望。少年松下抬眸，棱角分明的侧脸半掩在阴影中，心跳忽的就漏了一拍。姑母轻易的笑声从庭院中传来。早和你说过，他只要见了人，什么楚怀赵怀的，包管忘得一干二净。母亲满是无奈，小时候好色也就罢了，怎么成了大姑娘还是？我轻咳了一声，掩饰尴尬。食色性也，这可是圣人说过的。再说了，我看看自己的未来夫婿，有何不可？8月20，我与裴望成婚。裴父公务繁忙，府中事宜亦应交给姑母打理，姑母也不爱拘着我，只叫我和裴望好好过日子便是。我成了婚，倒是比在闺中时还要自在。只有一件事，我同裴望一直不曾圆房，憋了几天，到底是忍不住，回家同母亲说了。回裴府的马车上，我想着母亲说的话，忍不住脸颊发烫。眼看着快到裴望下朝的时辰了，干脆就在花厅等着。只不过没等到裴望，却等到了2个意想不到之人。听到门房来报时，我是有些诧异的，毕竟从前也没听说过辅国公府和裴氏有什么交情。还是管事嬷嬷提醒，我才想起来，
裴旺的生母出自范阳卢氏，七拐八弯算起来，卢琼华该叫他一声表哥。我压下心里的不适，将人请了进来，又派人去请了姑母。二人还没进门，我便听见卢琼华娇俏的嗓音：夫君，我与裴大人是表亲，有这层关系，日后走动起来也方便。许令仪，你怎么在这？心中越发烦躁，我轻轻抿了一口茶。我在这里有什么奇怪的？见二人还是一脸不解，我隐隐有个猜测，世子和卢姑娘这是刚从江南回来。楚怀微微颔首，算是默认。难怪他们离京时，我成婚的帖子还未发出去，现在一从江南回来，就直接来了裴府，怕是压根不知道我成亲的消息。楚怀想了好一会儿，面色才稍稍和缓下来，状若无意地问道：可是在此处等你姑母？我的确是在等姑母过来，才好顺理成章告退，远离他们。得到肯定的回答后，他又恢复了那副处变不惊的样子，招呼卢琼华坐下。令仪的姑母是裴旺的继母，她在此处确实算不得奇怪。卢琼华听得此言，颇有些得意地看着我。原来是这样，那如此说来，许姑娘也算是裴大人的表妹了。不过这继母家的表妹，到底算不得正经亲戚。许姑娘尚未出阁，还是少来裴府走动，免得惹人说闲话。一旁的侍女想开口说些什么，我摆摆手，好整以暇地看着卢琼华。我要没记错的话，卢姑娘还未出阁时，可是住在国公府的。卢琼华被我呛了一下，面上有些挂不住，颇有些委屈地看着楚怀。夫君，我也是为了姐姐好。果不其然，楚怀一见他这副样子，下意识便想指责我。碍着是在裴府，他稍稍压低了声音：许令仪，你非要和琼华过不去是不是？你要是再如此的话，休怪我。话音未落，一道带着轻松气息的身影从外头走进来。今日家里怎地如此热闹？身侧，楚怀还在不住地朝我使着眼色。我视而不见，上前接过裴旺手中的匣子。夫君今日又给我带了什么回来？茶盏碎裂的声音响起，花厅中安静的有些诡异。楚怀双眼猩红，死死盯住我的眼睛。你喊他什么？我挽住裴旺的胳膊，笑吟吟地看着他。世子不知吗？我与怀瑾上个月便已成婚，世子如今该叫我一声裴夫人才是。楚怀的脸色瞬间变得苍白。琼华，别开这种玩笑。不是说好了，等我从江南回来后，便去你家提亲吗？那日我去探望你时，你明明还在清点嫁妆。说到这里时，楚怀像是突然想到了些什么，猛地抬头。你那时便定下了同裴家的婚事，是也不是？隐隐有质问之意。是又如何？好。楚怀连说3个好字，一副受伤的样子。难怪你对我娶平妻无动于衷，原来是攀上了裴家这根高枝。我收起笑意，冷冷地看着他。楚怀，我早就说过，你要娶谁，与我没有半分关系。倒是你，一边想着娶恩师之女全了大义，一边又嫌弃她家世不显，配不上做你国公府的当家主母，弄出个还未娶嫡妻就先有了平妻的笑话，还想着要我忍气吞声嫁给你，真是既要又要，恨不得天底下的好事都被你一人占去才好。你也不想想，我堂堂尚书府的千金，凭什么就非得嫁给你呢？楚怀深吸一口气，痛心的低吼：我都说了，只把琼华当妹妹，你为什么就不能理解我呢？我简直要被他气笑。楚世子，卢老先生是你的恩师不错，你要如何关照卢琼华，是把她当妹妹还是把她娶回家都没问题，但你非要强人所难，就是你的不对了。天底下有那么多穷人，世子也理解他们，把国公府的田地财物都给他们分了吧。楚怀被我说的难以招架，脸色青一阵白一阵，带着卢琼华离开了。临走时还留下一句：我就不信这京中就找不到一个善解人意能体谅我的女子。花厅内只剩下我和裴旺，他将胳膊从我怀中抽走，神情有些落寞。人已经走了，你不必再演戏。我吐了吐舌头，平日里我从不喊裴旺夫君，刚才确实是故意想气那二人，却没想到裴旺如此敏锐。
一下便觉察到了。我看着匣子中的糕点，故意岔开话题。浮云楼的桂花糕，你怎么知道我爱吃这个？裴旺微微敛眸，路过，顺手买的。夜里，我倚在榻上，忽然想到，浮云楼与裴府明明是相反的方向。白日里母亲说的话又浮现在耳边，我蹭的一下从榻上直起身。琉璃，去请姑爷过来。裴旺来时，丫鬟正给我揉着腰。没办法，刚刚起太急，扭着了。我哀怨地看他一眼，思考着该如何开口。我来吧。还没等我想好，裴旺拿过丫鬟手中的药油，在我身侧坐了下来，温热的掌心紧紧贴着我的腰侧。鬼使神差的，我来了一句：我早就不喜欢楚怀了。男人像是没听见一样，自顾自地揉着我的伤处。房内烛火摇曳，我背对着裴旺，看不清他的神色，干脆一股脑说了下去。我很小就认识楚怀了，他生得好看，父亲又开玩笑说要与楚家结亲，我便同他走得近了些。辅国公夫人就这么一个儿子，自幼对他寄予厚望，盼望他能撑起国公府的门楣，不要输给了他那些庶弟。楚怀也一直克己守礼，在京中颇有贤名，尤其是在卢琼华来了后，大家都称赞他有君子之风。他对卢琼华也越来越好，对他好也就罢了，还三番五次的让我受委屈。一开始我也是不甘心的，可后来我想明白了，或许这么多年我从来没真正了解过他。我喜欢的不过是自己给自己编织的一个幻影，幻影破了，我的喜欢也就不存在了。屋内很安静，裴旺的嗓音有些阴哑。今日怎么突然想起和我说这些？我把头埋进软垫里，闷闷地说：今日我去找阿娘，说起我们还未圆房。阿娘说了，夫妻之间最要紧的就是坦诚相待。腰上猛地一痛，裴旺别过头去，喉结微微滚动。你怎么还和岳母说这些事情？我凑到他面前，眨巴着眼睛。谁让你不和我圆房的？我不和母亲说，难道跑到大街上和别人？话还未说完，裴旺的俊脸突然在我眼前放大，微凉的薄唇印在我的唇上。红烛摇曳，一世旖旎。楚怀当真在京中相起了嫡妻人选。他自视甚高，3品以下官员的女儿，他连见都不见，一心想找个对自己仕途有益的。只可惜京中的夫人们都是人精，要他们卖国公府面子，夸赞楚怀1、2，当然可以，可要他们把自己的女儿嫁过去，那是绝对不行的。一来二去，楚怀竟开始给我写信，说若是我与裴旺和离，他愿不计前嫌娶我。我气急，反手就将他的信贴在了大街上。没过多久，楚怀在京中的风评就一落千丈，人人都说辅国公世子太会算计，一心想拿别人的掌上明珠当垫脚石。楚怀最是听不得这些，日日借酒消愁，误了好几回差事，接连被罚。楚夫人也终于明白，自己儿子是娶不上高门贵女了，但她没怪楚怀，反而怪上了卢琼华。一天到晚想着法子搓磨他，日日要他到院中站规矩，刮风下雨从不例外。气势出了，可苛待心腹的名声也传了出去。几次在宴会上见到他，都是一脸憔悴的样子。10月初，皇后娘娘千秋，我与裴旺一同入宫赴宴，坐在我们上首的正好是辅国公夫妇。楚夫人看起来比前段时间更憔悴了，无她，那些被惦记上女儿的贵人们，面上客客气气的拒绝，背地里却咬碎了一口银牙，想招法的参辅国公一家子。楚怀被连降几级，就连辅国公也吃了挂了。宴席过后，陛下召见裴旺，我便带着丫鬟们先回府去。马车没走多久，突然又停下了。琉璃压低了声音传话：夫人，是辅国公府的马车。我掀开帘子，楚怀一脸失魂地拦在车前，哪里还有几个月前意气风发的样子。此处虽是小路，却也有不少摊贩。我看着楚怀，冷冷问道：世子这是何意？楚怀没有回答，扒着车窗，有些急切地说道：令仪，错了，都错了，不该是这样的。这几日来，我一直都在做同一个梦，
梦里没有马球会，你也没有受伤。我娶了琼华，又娶了你，仕途顺遂，成了最年轻的宰相。琼华虽有些任性，可一直很是敬重你。你身子不好，无法有孕，他便将孩子记在你名下。我们一家人很是和睦。对，就应该是这样，就应该是这样才对。我听得一阵恶寒，赶紧催促着马车掉头离开。可楚怀却死死扒着窗边，鞋都跑掉了也不在乎。周遭围观的人越来越多，还是卢琼华令下人拦住了他，我们才得以顺利离开。回府后，我一头扎进裴旺怀里，说起今天的事情，说着说着，竟还流了泪。裴旺轻声哄着我，他说你身子不好，可你如今都怀孕月余了，可见他说的那些都是疯话，不必在意。我这才安下心来，一心待在府中养胎。在听到楚怀的消息时，是在2儿的满月宴上，婉宁悄悄告诉我，楚怀疯了。他从7、8个月前开始，就一直神情恍惚，还在上朝时大放厥词说自己是宰相，多亏了辅国公豁出老脸求情，才没被拖出去打板子。只是差事彻底丢了，世子之位也落到了他庶弟头上。他被关在府中，日日都念叨着什么前世今生的事，有一回还当众打了卢琼华。卢琼华借机大吵大闹，非要同他和离。辅国公夫人本就看他不顺眼，见他还敢同自己儿子和离，当即便写了休书，把人撵了出去。推搡间，卢琼华突然见红，大家这才知道她怀孕了。辅国公夫人悔不当初，可到底是晚了，只好把这账又记在了卢琼华头上。小月子都没让人做，当晚就送进了家庙，说是要让他日夜诵经，给自己可怜的孙子赎罪。婉宁一边说，一边紧张地拍着胸口，还好你当初没嫁给他，真是菩萨保佑。我好笑地看他一眼，想起从前的事情，突然有些恍惚。是啊，真是菩萨保佑。正文完，裴旺番外。我叫裴旺，是河东裴氏的嫡子。9岁那年，母亲去世，还不满半年，父亲便娶了继室。他们成婚那日，我没露面，一个人待在母亲生前最喜欢的树下发呆。许令仪就是那时出现的，瞪大眼睛看着我流口水。我转过身去，他便又噔噔噔跑到我面前，露出一个傻里傻气的笑容。哥哥，你真好看。见我不说话，还从小手帕里摸出一颗糖来。哥哥，你怎么一个人在这？你不开心吗？我知道她是我那继母的堂侄女，刚刚接亲时就属她姑姑姑姑的喊得最大声。我不喜欢继母，也不喜欢她，一把将她的手挥开。她吓着了，小手局促地捏着衣角，有些讨好地冲我笑。我心头忽的就软了一下，一个小丫头而已，同她置什么气呢？我原以为许令仪参加完婚宴就会走，可没曾想她竟在府中住了下来。听说是我那继母要求的，说是自己远嫁，想多留小侄女一段时间，陪陪自己。我身后从此就多了一条小尾巴，走到哪跟到哪。不论我怎么凶她，她都只是傻乎乎的笑。我对她最凶的一次，是母亲忌日那天，她贪玩，弄坏了母亲送我的荷包。我狠狠骂了她，让她日后别再出现在我面前。那之后，我很久没再见过她。又过了一段日子，房中婢女说漏了嘴，我才知道那荷包不是她弄坏的，是嬷嬷不小心洗坏了，怕我责罚，才故意塞到她手里。我第一次去了继母的院中，想向她道歉，可继母却说她前几日便回京去了，只给我留了一个包裹。我打开包裹，里面有各式各样的小东西，饴糖、面人、竹哨子，还有几颗奇形怪状的小石头。伺候她的小丫头说，这都是小姐想送给您的，又怕您生气不要，便叫我们收了起来，说什么时候您不生气了，她再送过去。我拿着包裹，想起那个受了委屈只会傻乎乎笑的小姑娘，忽然有些想流泪。继母嫁过来的第3年，我终于改口喊她母亲。日久见人心，我知她是真心待我好。许令仪的消息也多了起来，她启蒙了，在每颗糖上都写上自己的名字。
结果发现写了字的糖是苦的，气得哇哇大哭。他学女工，自己给自己做鞋子，结果做得太慢，鞋做好时已经穿不了了，一点一点拼凑成一个鲜活的许令仪。所以在一亲时，我下意识说出了他的名字。继母有些诧异，但还是去问了。可许家回话说他已经定亲，我就此放下，只是始终再提不起成亲的心思。20岁那年，父亲官至宰相，我们举家进京，我再一次见到令仪，他过得很不好，眉宇间都染上了哀愁。他的夫君娶了恩师之女做平妻，占着大义的名头，事事都要他退让。他冬日赏梅落了水，自那以后便子嗣艰难，只能将他人的孩子寄作嫡子。他像是一朵开尽了的花，一日一日枯萎下去，不过30便郁郁而终。他出殡那天，我去送行，恍惚间想到，若当年娶她的是我，如今会是怎样？一念难消，渐成心魔。我不顾族中反对，辞去官职，四方游历，只为寻得轮回重生之法。只可惜蹉跎半生，求之不得。某日行至滇南边陲，我在一座破庙中躲雨。这庙荒了许久，连菩萨金身上都结满了蛛网。我一一清理干净，却忽地失足跌落。再醒来时，已回到了年少之时，许家回话的那一日。初夏的微风轻轻吹过，我怔愣地坐在原地，看着桌案上的小小面人，打定主意，哪怕是抢亲，也要将人抢过来。继母身边的嬷嬷从长廊那头走来，满脸喜色。公子，许家回话，您的亲事成了。我抬头望着窗外的半枝莲，在心里默念了一遍又一遍。菩萨保佑。全文完，皮皮听书感谢您的观看，我们下个故事再见。